近年来，美国不断鼓吹对华脱钩，近期更是妄称要对华实施全面出口管制措施，意图将中国排除在全球产供链之外。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日前在访问澳大利亚时警告，美国对华经济脱钩或破坏地区和世界稳定。实际上，近期德国总理舒尔茨和欧盟官员都明确表示，对华脱钩完全错误路，不是欧盟企业的选项。党的20大报告也强调，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周二，正在澳大利亚访问的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与澳总理阿尔巴尼斯举行会谈后的联合记者会上，谈到了美国政府近期宣布的新的对华全面出口管制措施。李显龙警告称，中美间脱钩问题令人担忧，此举可能会产生非常广泛的影响，这可能会引发进一步的后果，可能削弱经济合作、相互依赖和互信，最终或导致世界不稳定。外界注意到，近年来美国不断鼓吹对华脱钩断链，拜登政府推出多项政策，企图拉拢盟友对中国实施高科技封锁，竭力打压中国发展。美方做法无疑是对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严重破坏，更妄图扰乱 RCEP 框架下的中国和东盟经济秩序。实际上，这不是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第一次公开呼吁美国不要以行政手段干预市场经济。4月10日，李显龙访美时，在出席《华尔街日报》编辑对话会时，就呼吁美方谨慎处理对华关系，要朝更有建设性的方向前进。5月，他在参加美国商会举办的全球经济复苏论坛时，再次呼吁美国接受中国崛起这一既定事实。新加坡财政部长黄循财此前在出席美国智库机构讨论时也强调，美国尝试围堵中国，将中国排除出国际体系外，只会让中国下定决心自力更生，最终吃亏和受伤的还是美国自己。黄循财表示，中美两国应当建立互相依存的关系，中美两国双边关系长久稳定，有利于全世界。李显龙选择在访问澳大利亚时对美国隔空喊话，这不太寻常，因此也受到澳大利亚本地媒体的关注。澳大利亚新闻网评论称，虽然新加坡与美国保持着牢固的安全关系，但李显龙不断敦促美国政府同中方达成政治和经济妥协，并警告中美竞争加剧对本地区经济和安全的破坏。还有观察指出，虽然澳大利亚是美国的铁杆盟友，但澳大利亚政府和商界近来也多次表达要扩大和中国做生意的意愿。在这方面，李显龙的话在澳大利亚社会能获得共鸣。事实上，澳大利亚周边的新西兰和大部分南太岛国都在不断深化与中国的经贸联系中获利。今年4月，中国和新西兰还签署了双边自贸协定升级议定书。李显龙总理近期不断的去释放这样的声音，显然已经是意识到，就是近期以来整个世界的地缘政治环境都变得非常的复杂，而且整个世界经济的一个前景应该说也是有一些暗淡，在这样的时刻去发出这样的声音，那么也是意识到与美国正在不断的推动与中国对抗的一些措施，那么不断的去加大这个贸易的限制和打压中国其实是有非常重要的关系的，是希望推动各方回到一个理性的轨道上来。深圳卫视注意到，李显龙在澳大利亚还主动提到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也就是 CPTPP。他对媒体表示，碰巧的是，今年新加坡是 CPTPP 轮值主席国。新加坡将尽主席国的职责，一如既往地征询各个成员国的意见。现有成员国还未就中国加入达成共识，但新加坡认为，若中国加入 CPTPP 将是一件好事。新加坡相信中国会满足该自贸协定的准入条件。实际上，早在今年5月，李显龙在接受日本《日经亚洲》杂志的专访时就表态支持中国加入 CPTPP。澳大利亚人报认为，李显龙此次又在澳大利亚做出支持中国加入 CPTPP 的表态，显然是在游说澳大利亚。2021年9月16日，中国正式提出申请加入 CPTPP。今年5月，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束觉婷在谈及此事时再次重申，中方将坚持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全面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他还强调，中国始终支持自由贸易，正在积极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贸区网络。实际上，有7个国家是 CPTPP 和 RCEP 的双料成员，因此推动两者衔接对地区乃至全球经贸合作都有积极作用。新加坡作为重要的东盟国家，也积极支持中国积极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和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举措。
李显龙总理这样的表态，应该是对于中国这个提出加入 CPTPP 的谈判，它也是释放了一定的积极信号。中国目前是提出来加入这个 CPTPP 的谈判，无疑为各方解决的贸易分歧，其实是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契机。单边的贸易限制和打压的措施，这个并不符合各方的最大利益。与新加坡形成呼应的是，在上周举行的柏林机械工程峰会上，德国总理舒尔茨也明确表示，德国支持全球化。他还指出，脱钩是完全错误的答案，德国必须与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开展贸易。德国媒体还报道称，舒尔茨正在积极筹备今年年底之前访问中国，争取成为中共20大闭幕后首位访华的西方国家领导人。欧盟委员会负责经济事务的执行副主席东布罗夫斯基斯也强调，与中国脱钩不是欧盟企业的选项。欧中贸易关系需要更多的平衡和互惠，欧盟应继续以务实的态度与中国接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也指出，当前全球经济面临诸多挑战，为此将明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 2.7%， 较7月预测值降低了 0.2个百分点。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正为世界提供难能可贵的确定性。欧盟，特别是我们知道现在这个面对着俄乌冲突，其实它自身正处于这样的一个风口浪尖的时刻。那么这样的一种声音，其实也是理性的考虑到当前整个欧洲它所面临的一个环境，也是希望这个不要再继续推动这样的一种地缘紧张形势，包括和中国的这样一种贸易紧张关系，回到一个理性的商业合作的轨道上来。值得关注的是，正在召开的中共20大也让世界看到中国经济政策更多的确定性。报告提出，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这是制度型开放首次写入党代会报告。报告还提及维护多元稳定的国际经济格局和经贸关系，这在党代会报告中尚属首次。有分析指出，这意味着今后中国将更加注重将自身牢牢嵌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与之深度交融，防止脱钩断链。在与发达经济体保持经贸合作的同时，更加注重与发展中国家密切贸易投资往来。周四，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回应相关提问时指出，当前国际局势动荡多变，世界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上升，但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中方继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的决心不会改变。未来，中国将始终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定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不断提升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性开放，为各国分享中国发展成果提供更多机遇，为中国与世界合作共赢开辟更大空间。